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上！本体误会，他们是本体宗的人。太疯狂了！本体宗跟明德堂作为大陆两大势力，竟然有这么大的仇。我虽然不是日月帝国的人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大肆屠戮。小心雨后，身后有恐怖的气息。毒不死！毒不死，你敢！毒不死，你敢袭我明德堂，我就让你有来有回。老夫倒要领教一番明德堂主闻名天下的魂导武技。哈哈，过如此，是吧？他再试试这招。金红尘和毒不死都好强。毒不死竟然不惜耗费本源之力化身虚无，也没有开启本体五关。可他的身份早已暴露，却不愿承认，为什么？毒不死不说出身份，那就是神秘人偷袭明德堂，事情可大可小。说出来了，那明德堂和本体宗两大绝顶势力就难免一战，到时候的损失可不是双方能够承受得了的。明德堂弟子听令，守护自身，启动螺旋魂导杀域。8级魂导器，螺旋魂导杀域。一个不留。见红尘出手，本体宗恐怕占不了便宜。我还是先撤吧。可以借用本体宗炸出的甬道。看来本体宗是从外面挖通了这些甬道，然后从地底深处炸开明德堂的地下基地。但是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大小不一的甬道呢？难道他们在寻找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毒不死只是在正面佯攻，真正的杀手正通过某条甬道寻找着本体宗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找到了，明德堂地下基地之下，竟然还藏着一个秘密实验室。
的魂力突破30级了。我也突破30级了。玄子，你给老夫滚出来！木老，怎么回事？无妨，交给玄子他们去处理。你想和我们史莱克开战不成？少废话！交出霍雨浩！他是冲着我来的。这道声音的主人正是本体宗宗主独不死。本体宗行事素来霸道，但他们对宗门弟子极为袒护。雨浩，你的灵眸是本体武魂，本体宗将你视作宗门一员。平心而论，本体宗对于本体武魂的研究冠绝大陆，他们一定有办法让你的灵眸2次觉醒。2次觉醒？本体武魂跟普通武魂不同，是可以2次觉醒的。觉醒之后，武魂品级会更深一层，实力也会飞速提升。玉浩，你若想加入本体宗，史莱克不会阻拦。史莱克是我的家，唐门是我的宗门，我这一生绝不改变已做出的选择，更不会更改自己的意志。好孩子，手底下见真章。哈哈！你我同为98级，但你少了2枚10万年魂环，你是拦不住我的。海神之光，你居然还没死！过往已成尘烟，生死有命，不必再提。你只要知道我的弟子霍雨浩已决定留在史莱克，你如若再行算计，休怪我亲上本体宗要个说法。看在您的面子上，今日之事就算了，但这个孩子，我们本体宗不会放弃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龙神斗罗，后会有期。少哲，在。你去安抚城内民众，其他人都回去吧。是。玄子，你进来。同境界被毒不死压制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在身体强度上，本体武魂确实有其独到之处。我就是看不惯本体宗的蛮横作风。当年他兄长，本体宗前任宗主，
也是这般枭雄。我与他一战，虽侥幸获胜，却也伤到了本源，以致落下终身残疾。龙神斗罗早已没有当年雄风了。穆老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您是史莱克的定海神针。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大限已经不远。穆老，别担心，老头子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宇浩，你过来。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。当时你的眼眸虽然清澈，眼底深处却藏着痛苦。直到最近，这份痛苦才消失，我才是学院让你有了家的感觉。刚才我和毒不死说过，你是我的弟子，他也承诺，只要你在史莱克一天，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。笨小子，还不快拜师！恩师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好孩子，起来吧。谢老师。你们两个小家伙也不错。小小，以后你就跟着玄子学习。弟子潇潇，拜见老师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起来。王东，你也是光属性，就暂时做老夫的记名弟子吧。穆老，您这可不公平，我和您一样是光属性的，您都收不是光属性的宇浩为徒了，怎么能厚此薄彼呢？你说的对，我就破例收2名关门弟子吧。谢老师。今天真是热闹，又有朋友上门了。我去。这就是史莱克的待客之道。明德堂主，请了。居然让我进海神阁，来者是客，请他进来就是。对了，叫仙灵儿带人到北城门外的森林里去看看，那里会有收获。是。前辈就是海神阁主，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老夫封号龙神。原来是龙神斗罗穆文前辈，小子惊红尘，失礼了。你是来索要这件审判之剑的吧？此剑险伤我学员性命，请恕老夫不能送还。
除非你能救治那名学员。带我去见他吧。小桃姐，是异火反噬。这小姑娘武魂中的黑暗力量被审判之剑激发出来后，占据了她的身体。强行压制或者化解的话，会令她的身体崩溃。像这样封印住她，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既然如此，请恕我不能归还审判之剑，请回2楼，老夫还有事要与你聊聊。明德堂主，请。能否告诉我，海神阁与明德堂谁强谁弱？因为对海神阁并未全部了解，晚辈不敢妄加评论。不如以我和玄老为例吧，100米之内，玄老必胜。距离增加到1000米，我能自保离去；如果是10000米，我有把握赢下比拼。若是换成一场战争的话，则明德堂必胜。你很有信心。如果是战争，魂导器的优势毋庸置疑。老夫曾经前往你们明德堂参观过，你们在魂导器方面的发展确实超出了老夫的想象。他曾悄无声息地到过明德堂，那岂不是说明德堂的预警系统在他面前形同虚设？或许未来有一天，魂师这个职业将被彻底取代，就像当初魂导器取代唐门暗器一样。前辈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贵院与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互遣学生交流。贵院学生的安全，在下可以保证。明德堂的先进魂导器技术，在下也不会藏私。贵院的孟红尘想必已经开始受到自身武魂之毒的影响了吧？堂主信得过老夫，大可派他作为交换生加入史莱克。前辈高义。霍雨浩是老夫刚收的关门弟子，他在魂导器上的天赋很高，我打算把他作为交换生派往贵院，不日也是你静红尘的学员了。你难道不表示一下吗？这里有一件9级防御魂导器，名为红尘庇佑，就赠予高徒，聊作贺礼，以示我们2院友好之意。时间不早，在下就回日月帝国，准备2院交流事项了。穆老，得手了。得手了。怎么回事？院长，我们被偷袭了！混蛋！早知道就在这些魂导器上装上自爆装置了。史莱克，咱们走着瞧！那静红尘藏在史莱克城外，瞄准我们学院的8门9级定装魂导炮，全被我们拆了带回来了。 9级定装魂导炮啊！咱们学院魂导器的研究又能前进一大步了。
好可怕！原来那靳红尘在跟穆老谈判的时候，一直将9级魂导炮瞄准着史莱克学院，随时准备鱼死网破。如此阴险毒辣，我却即将要成为他的交换学生。双中的毒我知你潮。4个武魂融合技，这2个小子好样的！走过山水中梦一场，那迎风呐喊的海港，要多久就在悲伤，冒险的是不会感伤，终极飞在你身谁收藏，那深埋心底的愿望，好美啊！要多久就才会回答？沿途一声你凝结装入希望。怎么可能？武魂融合技的使用是有冷却时间的。霍雨浩跟王东分别只有2环和3环，按道理使出武魂融合技之后，至少3天无法再使用。原来一个会去的泪，才能淹没了最容易。他是个勇敢，一生与梦相拥，还想我一生踟蹰，光华不过刹那而已。生人败落，一朝一夕，玩值一时风月，患得患失。这一路光景有你在身旁，送千万人赴红尘，或忧作，或喜乐，皆梦幻泡影，清明无际，我见真我。你输了。史莱克果然是怪物学院，这2个孩子难道真的是怪物？霍雨浩和王东之前的比赛就用出过黄金之路和天地之锤2个武魂融合技，加上这2个，2人共有4个武魂融合技。怪物，这绝对是怪物。2-2-3之战结束，决赛总比分：史莱克学院2-1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，全大陆高级魂师斗魂大赛冠军史莱克学院。雨浩，我们赢了！史莱克学院，史莱克进了！太好了！你们是我的骄傲。霍雨浩，本体武魂灵武，你是我们本体宗的人。年轻人们，你们用实力赢得了荣誉与掌声，当然还有应得的奖励4块魂骨。宇浩、王东，你们去吧。一路走来，你们为团队做的贡献最大，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愿。
这块冰辟蝎左臂骨属于你了。流离失所的子民啊，回到我的身边吧。我真的好幸运，能进入史莱克这个大家庭，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。请留步！审判之剑中的黑暗之力导致小桃武魂变异，他现在随时可能丧命，即便侥幸存活，也很可能堕落为邪魂师。既然是你们的魂导器，你们应该有办法解决吧？很抱歉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既然你们不愿意帮忙想办法，那就把审判之剑交给我们，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办法。不行，那是我们日月帝国出品的8级魂导器，价值无法估量。邪魂师可是全大陆公敌，比赛而已。日月战队把马小桃害成这样，未免过分了。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，一个前途无量的魂师，在你们眼中难道没有价值？审判之剑另有其主，我无权决定他的去留，只能暂借。吕浩，我不会白拿他的东西。告诉这把剑的主人，孟红尘武魂中的荼毒会慢慢侵蚀他的身体。如果他信得过我，就来史莱克学院找我。小桃急需学院救治，玄老带着药恒、洛尘护送他先回去。冠军奖励等我们回去再行分配。霍雨浩，你是谁？我叫朗牙，是代表本体宗前来接你回家的。回家？本体宗是一切拥有本体武魂魂师的家，相比于史莱克学院，本体宗能给你更好的指点，让你真正体会到本体武魂的强大。不出20年，全大陆都会为你震惊。他所言不假，本体宗向来有天下第一神秘宗门之称，整体实力比邪魂师群体更恐怖。感谢前辈的好意，但我觉得史莱克学院的教学很适合我，并且也是我的家。我不会加入本体宗。回去告诉本体宗那个老怪物，老子还没死，别想靠近我们史莱克。我无意冒犯，告辞。谢谢玄老。你们以预备队的实力拿下冠军，注定受到各方关注。本体宗只是第一个出手的，不过也不用怕，学院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。本体宗到底什么来头？除了咱们学院的海神阁，魂师界还有2大势力，一个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明德堂，代表着日月帝国最尖端的实力。堂主是红尘兄妹的祖父，那把审判之剑就出自他手。另一个就是本体宗，从不轻易出世，
每次出事却都会掀起不小的风浪。本体宗行事全凭好恶，极为霸道。2000多年前，他们先后猎杀了7只10万年魂兽，引发星斗大森林兽潮暴动。学院不得不召集顶尖强者成立海神阁，抵挡兽潮，拯救平民。好像听雪弟说过这件事，我知道。囚禁我的那些家伙，号称星斗大森林4大凶兽，他们联手强攻了史莱克城。不过，星斗大森林地下似乎沉睡着比他们还恐怖的存在。